高三的学习越来越紧张了，所有人都卯足了劲，绷紧了神经，犹如蓄势待发的箭，只等高考那3天，全力发出。但这所些人里没有我。我林迟是一个次次考试必得0分的渣渣。我的妹妹林夏连续3年，年年考试年级第一。她不仅考试成绩杠杠好，人也长得漂亮，是实打实的校花，追在她身后的男生数不胜数。她也不必担心高考。但我很好奇，她的小跟班们呢？据我所知，他们的学习似乎只是中上游，竟然一点都不在意高考这个极其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吗？我不理解。第一次模拟考的试卷发下来了，不出意料，我还是0分，年级倒1。我的妹妹还是年级第一。班主任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盯着我，林迟啊林迟，你叫我怎么说你才好？还有不到100天就要高考了，就算是个木头，这3年了也应该有点长进吧？我是应该夸你成绩稳定呢，还是骂你烂泥扶不上墙？你看看你妹妹，你俩不是双胞胎吗？怎么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呢？林迟啊，你努力吧，老师不求你能考个2本3本，上个专科也行啊。你小小年纪进入社会该怎么立足啊？班主任走后，全班哄堂大笑。他们模仿着班主任的语气对我语重心长，尤其是我的同桌兼我妹妹的跟班殷小雅。林迟，你说说，有谁会觉得你跟我们小夏是一母同胞吧？你真的不觉得丢人吗？我微笑着看着她，妹妹是年级第一，她肯定能考去清北，我高兴还来不及，怎么会觉得丢人呢？噗，笑死我了！你不觉得丢人，我们小夏可觉得你丢死人了。就是，林迟，你能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吗？选择判断题完全避开正确答案，语文作文那简直就是送分题，你竟然还能拿0分，说真的，你真的不是白痴吗？我的前桌后桌也都参与进来，你拿了3年的零蛋，你父母真的没带你去看看脑子吗？你真的不是低能吗？这些话对别人来说或许很扎心很刺耳，但对我来说一点杀伤力都没有。我扭头看向坐在第一排的我亲爱的妹妹，她低着头看着书，一副好学生的做派，可微微倾斜的身体却出卖了她。她看上去是在看书，其实竖着耳朵在偷听他们对我的羞辱。我亲爱的妹妹听到这些话，心里肯定很爽吧？我忍不住去想，当她被我从神坛挤下那一刻，肯定很狼狈，很好玩吧？高3放学晚，每天下午放学的时候，校门外总是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车来接孩子放学。我孤身一人从校门出来，一抬头就看到停在老地方的那辆黑色奔驰，一个身影从我身后经过，径直跑向黑色奔驰，打开车门上车。呀，林迟，好巧啊，你怎么在校门口站着呀？这声音我不用回头就知道是林夏的跟班之一王梅。王梅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，原来是林叔叔来接小夏了呀。这句话的杀伤力不得不承认很强。黑色奔驰是我爸的，像别的家长一样，他也会来接孩子，只是他接的永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林夏。至于我，他总说我是他这一生的污点，是耻辱。奔驰的车灯闪了2下，随即飞驰而去。林迟，你坐过林叔叔的奔驰吗？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林叔叔的奔驰坐着可舒服了，林叔叔的开车技术也好，不会让人头晕，真是羡慕小夏呀，每天都能坐奔驰上下学。我曾经也羡慕过，我也想知道坐豪车是什么感觉，可我连靠近那辆车10米的机会都没有。王梅走了，我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感到很可笑，明明他也没有人接，却能跑到我跟前阴阳怪气，真是难为他了。我抬脚正要回家，手腕却突然被人抓住，是我们班里的第2个学霸，年级第2，唐周。唐周比我高1个头，长相帅气，是电视剧里那种阳光少年的类型。像我这种人，跟他从来没有交集，同窗3年，一句话都没说过，对事也鲜少有之。可这3年都没有说过一句话的人，突然抓住我的手腕，是什么意思？这么晚了，女孩子一个人回家不安全，我家的车在那边，可以顺路送你一程。顺着唐周手指的方向，我看到了一辆黑色库里南，车很大，很帅。原来唐周是个富家子弟，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跟他又不熟。况且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即使他是学霸。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可以，谢谢。我拒绝了他，想着等等去买个煎饼果子吃一吃，家里肯定不会给我留饭的。唐周没再追上来，我顺利买到了刘阿姨家的煎饼果子。今天我心情好，还特意让刘阿姨多加了一块里脊肉。刘阿姨心情应该也不错，给我加了一根鸡柳，免费的。感谢刘阿姨，感谢好心情。坐了半个小时的公交，步行了10几分钟，我终于到了家。应该说是我爸爸的家，一栋2层小别墅，有前院后院，很漂亮。我亲爱的爸爸住在最大的主卧，我亲爱的妹妹拥有2个房间，一个是她的琴房，另一个就是她睡觉的卧室。而我住在楼下的保姆间。保姆住在哪儿呢？她住在客卧里。是的，保姆住的都比我好。我推开门走进去，难得的，我爸竟然坐在沙发上，电视没开，没打电话，没有工作，似乎是在等我。他说：
下个月你就满18了，下个月13日是我和妹妹的18周岁生日。我爸这么说，并不是要给我们举办成人礼，而是在告诉我，你18岁了，可以搬出去了。他曾经说过的，养我到18岁，就算是尽了他做父亲的责任。自此以后，我不再和他有任何关系。我扬起一个大大的微笑，放心吧，爸爸，下周我就去找房子，我会尽快搬出去的。回屋前，我往2楼的方向瞥了一眼，刚好看到我亲爱的妹妹站在2楼走廊看着我，嘴角还扬着得意的笑。我们确实是双胞胎，不过是一卵双胞胎。妹妹林夏长得更像妈妈，几乎完美继承了妈妈的长相。我不是，我只有嘴巴和妈妈的像，眼睛更像爸爸。妈妈总是给予我们平等的爱，满足我们一切的愿望，尽管妹妹总是抢走我的，不管是玩具还是衣服。我的被抢走，妈妈会训斥妹妹，妹妹哭了，爸爸就会过来哄她，然后训斥我。10年前，妈妈癌症去世，葬礼上妹妹拿着拳头大的石头扔向我，她说：“你长得既不像妈妈，也不像爸爸，你不是我们家的孩子，是你害死我的妈妈，你滚出我家！”不得不说，妹妹的准头不错，一下子就命中我的额头，我都来不及反应，只感觉到一阵疼痛，然后有热热的液体从额头流下来，伸手一摸，还是红色的。我害怕，我看到爸爸一把抱住妹妹，轻声安抚她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他看不到我吗？爸爸，我流血了呀。我是被参加葬礼的一对陌生夫妻送到医院的，阿姨一直在旁边守着我，叔叔则负责跑来跑去，包揽了挂号等一系列琐事。得知我没有大碍后，夫妻2人开车送我回了家。家里冷冷清清的，好像一个人都没有。我的卧室在2楼，就是被改成琴房的那间。我打开卧室的门，却看见林夏正坐在我的床上，房间里一片狼藉，床单、被子、衣服、鞋，能用剪刀剪的全剪了，能用刀划的全划了。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林夏看到我来了，他走到我面前，举着剪刀对我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这个害人精，总有一天我要把你赶出我家。”他从我身边走过去，拿着剪刀划过我的胳膊，他真是用了好大力气，疼得我眼泪哗哗往下掉，胳膊上的血也是。我着急忙慌地从地上拾了块衣服碎片捂在伤口上，血很快将布条浸染，我也如这无人在意的鲜血一样，被放养在角落的保姆间。可以开始了，我想可以开始行动了。还有3次模拟考试，这3次考试就是我的踏板。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2、4、6、7、8。我刚走到教室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出来念歌词的声音。但他们真的是在念歌词吗？不是，他们在念我语文试卷的作文部分。我的作文每次都得0分，这得益于我每次都在作文区域写上几首儿歌歌词来凑数。不过这也让我收获了语文老师无数的白眼和数不尽的奚落。我亲爱的妹妹眼睛真好啊！我才刚走进教室，她就立刻跑过来，抓住我的胳膊，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。姐姐，你别生气，我们来的时候刚好看到你的试卷掉在地上，就帮你捡了起来。我们不是故意要看你的试卷的，试卷掉在地上，他们捡起来，不是故意看试卷，却高声念着作文区域写着的歌词。说实话，林夏的话术太拙劣，连续3年的年级第一，说谎话的水平还不及小学生。夏夏，你不用替我们打掩护。我的好同桌全安捏着我的语文试卷走了过来，一把拦住林夏的肩膀，语气嚣张：“凌迟，我就明说了，是我从你的桌筐里翻出你的试卷，然后叫同学们来围观，怎么样？你要发火吗？让我们看看你发火的样子呗。”我看着全安高高昂起的头和充满不屑的眼神，一时失笑。一直以来都像个假小子的他，大概觉得自己这现在的姿态很帅气吧。可是对不起，真的好中二，好幼稚。我弯起嘴角，扬起一个自认为很友善的微笑。安安，下次再看到有人在试卷上写歌词，不要念，要唱出来，这是对歌曲的一种尊重。我从全安手里抽出试卷，正准备回座位，手腕又一次被人抓住。这次是我亲爱的妹妹林夏。姐姐，你别生气，很好，说话磕磕绊绊，眼中饱含热泪。我亲爱的妹妹啊，你不应该被局限在这小小的第一中学，只做小小的年级第一，你应该去做演员，去争一争影后的位置。全安安推了我一把，嘴里说着所谓潇洒的话。我没理他，上前拥抱林夏。我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：“好妹妹，当了这么久年级第一，你很开心吧？我希望高考时你也能拿出年级第一的水平，去拼一拼你梦想中的清北。”林夏的身体明显变得僵硬。他紧张了吗？真有意思，我真心祝愿他考上清北，他怎么还紧张起来了呢？我亲爱的好妹妹，你的秘密我都知道，但你别怕，我不会揭穿你，最起码不是现在。早读课结束，我被班主任带出了学校，去到一家饮品店。他大概是要说什么重要的事，还很特意找了个墙角的位置，尽管早晨的饮品店没什么人。他为我点了橙汁，自己点了杯柠檬水。饮品上来之后，他提着椅子咯噔咯噔凑到我跟前，拉住我的手，悄悄问我：“小池啊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发力呀？”啊，我承认，老班这句话把我问懵了。
他啧了一声，拍着我的手背：“你这孩子，这儿现在就我们俩人，你跟我还装什么呢？我早就看出来了。咱们为什么是第一中学？市里最好的吗？对不对？多少人掏了钱都进不来，我可记得清清楚楚。你是以接近满分的高分进到咱们学校的。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来学校后就开始考零分，就连最简单的判断题，你都能完美避开正确答案。我知道你肯定在伪装，但是天才蒙尘太久，难免会失去光辉。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，要不要带你做心理疏导，但我又担心会给你增添压力。可是我更担心你会一直这样隐藏实力，毕竟高考是人生一次重要的转折点，我也不希望未来你想起这件事会后悔，所以我还是决定带你出来走走，谈谈心，开导你。是了，班里的那些人蠢，总被事物的表面现象迷惑，但班主任可不蠢。既然他知道我隐藏实力的事，那就代表其他老师也都知道。怪不得这3年在我们班任教的老师没有一个对我疾言厉色，像对待其他学生一样众人平等。到底还是我太天真啊！对，除了那个高2就被调走的语文老师。老师，看下次吧。下次？你的意思是？好，我懂了，你能想明白就好，能想明白就好。班主任激动极了，我想如果场地里没有外人，他应该会直接跳起来吧。我吃完最后一口煎饼果子，哼着歌走进家门，转身就看到我亲爱的爸爸和妹妹一起坐在沙发上，一个脸色阴沉，一个得意洋洋。你给我滚过来，声音好大，人好凶。我摸了下受到惊吓的耳朵，站在原地没动。怎么了，爸爸？发这么大火？您忘了，家庭医生说您的身体不好，不宜动怒。你这个逆女，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，天地良心！我这么说可是为她好，怎么成了逆女呢？或许是我的语气太过阴阳怪气。姐姐，你不要故意气爸爸了，快给爸爸道个歉吧。刚才还得意洋洋的林夏，此刻已经换上一副担忧的神色，乖乖女一般拍着爸爸的背，看上去还真挺像父慈女孝那一出。道歉一般都是做错了事才需要道歉，请问我亲爱的爸爸和妹妹，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呢？林建中抬眼恶狠狠地瞪着我，那眼神不像是在看自己的女儿，倒像是在看仇人一样。你还有脸问你做错了什么？你在学校跟人起争执，你妹妹拦着你，你竟然还敢对你妹妹动手？这么多年我就是这样教你的吗？听到这话我一点也不惊讶，林夏颠倒黑白的能力早在10年前我就已经领教过了。还是妈妈葬礼那天，她剪碎我的衣服，划烂我的鞋子，掏出所有毛绒玩具的内脏，最后用剪刀划破我的胳膊。明明上一秒还指着我的鼻子要把我赶出家门，下一秒就眼泪鼻涕横流，跑到爸爸跟前说我发了疯，划伤自己不说，还划伤了他。他举起手让爸爸看他的伤口，好惨啊，是那种再不赶紧去医院就要愈合了的伤。但爸爸生气了，他捧着林夏的手小心翼翼，看不见我胳膊上几乎血流成河，将我发配到了保姆间。后来我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林夏穿腻了的，不喜欢的。爸爸，您还真是老了，忘记了妈妈去世前你就偏心妹妹，妈妈去世后你更是连正眼看我都不愿意，何来教我一说？明明我也是你的女儿，妈妈就能做到公平公正，而你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妹妹，从来看不见我。可笑，妹妹说什么做什么你都觉得是对的，是好的，到我这儿就不是，好像我连呼吸都是错的。我真挺想问问你的，爸爸，你真的是我的爸爸吗？你逆女！反了天了！林建中气急了，抄起桌上的摆件就朝我扔过来。不过可惜他的准头不好，摆件越过我的时候，与我的距离大概有1-2米。不理解，这人心是偏的也就算了，怎么扔东西的准头都这么偏？我站着不动，他都瞄不准。你当姐姐的让着妹妹怎么了？样样都不如你妹妹，你妹妹年级第一，你年级倒数第一，人都叫你丢光了，你怎么好意思再去学校？怎么好意思舔着个脸考3年0分？我叹了口气，表示无奈。林夏这个年级第一是真的蠢，考3年0分算什么呢？只要我愿意，你以为年级第一还会落在林夏头上吗？听到这话，林建中和林夏2个人的脸色都变了，一个是生气，一个却是惶恐。我猜林夏应该是想到他了，不过那又怎么样？在我回卧室的短短几步路中，我只听到林建中一句比一句难听的骂语。接下来这几天不太好过，在家里偶尔会和林建中打个照面，每次都要听到他毫无杀伤力的阴阳怪气，还能看到林夏一个又一个的白眼。在学校，林夏的小团体对我的冷嘲热讽更甚，无非就是那几句话，我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但唐周有点不对劲，在我被嘲讽的时候，他会怒气冲冲地吼上2句。我表示不理解，并且再一次拒绝了他想要送我回家的请求。周6到了，我该搬出去了。我在小小的卧室里唱着我最爱听的送别，收拾着我不怎么多的行李。林迟，你终于从这个家离开了，是我那个一心想把我赶出去的好妹妹林夏。是啊，终于离开了这个家，我早就不想待了。林建中是什么人？上市公司的老总，一个商人，
或许在家里，林夏是他最宝贝的女儿，但在外面，在面子跟前，林夏还是得往旁边靠一靠。这也是这么多年我还住在这个家的原因。我拽起行李箱往门外走，林夏却挡在了卧室门口。林迟，你怎么敢大放厥词？你以为你还是初中时候的你，随便一考就是中考状元吗？别忘了，这3年你可是次次0分，就算你现在发力，也不可能赶得上我。呀，我的好妹妹，你居然还记得我是当年的中考状元？你不说我都快忘了。怎么呢？你怕了吗？怕？我林夏怎么可能会怕你？确实是怕了，声音都变大了好几倍，震得我耳朵疼。但人家说不怕，那就不怕吧。我告诉你，林迟，我一定会以年级第1的成绩考进清北。你就是一滩烂泥，连专科你都考不上。我扬起微笑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对，你说的都对，我相信你，加油哦，好妹妹。然后推开他，拉着行李箱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栋小小的别墅，坐上出租车，来到了我不大的一居室。一居室就在学校附近，距离学校只有不到5分钟的路程。我不是没钱租个好的，我只是想每天能多睡会儿，去学校也方便快捷，毕竟马上就要高考了，自身休息好才是最重要的。不过我要是再想吃刘阿姨的煎饼果子，就要另外走上一段路了。我提着行李箱走到家门口，正掏钥匙，隔壁的门开了，出来的是一位姐姐，肤白貌美，大长腿，令人垂涎3尺。哎，妹妹，你就是新搬来的住户吧？我捏紧兜里的钥匙，朝她点了点头。我妹妹也在这租房子住，她说高3学业紧，任务重，非要从家里搬出来，租了这么个小破地方。哎，谁说都不听。妹妹，你也是上高3吧？我又点了点头。美女姐姐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里是满满的嫌弃，大概她家里挺有钱，挺瞧不上这老破小。这可太好了，妹妹，平时上下学，你俩还可以结个伴儿。美女姐姐的话刚说到一半，隔壁的门又开了，从里面走出来的是一个极其熟悉的人，王梅。她称呼面前的美女姐姐为嫂子。小梅，快来，这是今天刚搬来的邻居，你俩认识一下，以后上下学结个伴儿，学习上遇到困难还可以相互帮忙。美女姐姐拉着王梅的手走了过来。刚开始我对美女姐姐的妹妹还挺好奇，想着姐姐是美女，妹妹肯定也不差。但我刹车踩断了都没想到，美女姐姐的妹妹竟然是林夏的小跟班，阴阳怪气第一小能手。这不，她还没走到我面前就开始了。这不是我们学校年级到1吗？怎么终于被家里赶出来了吗？美女姐姐皱了下眉，脸上的笑一下子就消失了。或许是因为听说我是年级到1。正当我惋惜可能会失去认识美女姐姐的机会时，她在王梅的脑壳上拍了一下。你这姑娘怎么说话的？同学成绩不好，你是不是应该帮助她？王梅垮着个脸不高兴了，但她也没跟美女姐姐杠。妹妹，你跟我们家小梅认识是吧？你别介意，她说话就这样，欠欠的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学习成绩不好，就问我家小梅，她在学校里虽然不是前几10的尖子生，但也是入过100的，你放心问她。我扬起微笑，对美女姐姐的话点头应声。对于这么和谐的一幕，有人不愿意了。王梅拽了拽美女姐姐的手，嫂子，你刚才不是说要去给我哥送东西吗？不着急了吗？对，你看我这脑子，看见新邻居就把这事给忘了。你俩聊，我就先走了，妹妹下次再见啊。姐姐路上小心。林迟，就算你被家里赶出来，也不至于住这样的小破房子吧？怎么，林叔叔赶你出来没给你钱吗？你说对了，他确实没给钱。不过王梅啊，你不是也住在这小破房子吗？我能采访你一下，是以什么心态来奚落我的吗？我跟你可不一样，王梅伸手推我，我是自愿搬出来，而你是被赶出来的，是丧家之犬，你也配跟我一样。我耸了耸肩，好吧，丧家之犬就丧家之犬吧，那就请王大小姐让一让，丧家之犬要回家了。我推开王梅，掏出钥匙打开屋门，提起行李箱进屋，然后将王梅隔绝在了屋外。林迟，你得意什么呢？你个考0分的年级到1，还被林家赶出来，你以后就等着做流浪汉吧你。王梅的声音穿透力还挺强，也有可能是这房子的隔音不好。我没搭理他，隔了一会儿就听见重重的摔门声。我就说嘛，这房子隔音不好。第2次模拟考要来了，其他科的试卷我可以先把大题做对，不过语文试卷呢？语文试卷也先做对大题吗？就在我深思熟虑的时候，脑海里突然闪过他们拿着我的试卷念上面歌词的画面。对吗？先好好写个作文就挺好。除了我之外，所有人都无比紧张的氛围下，第2次模拟考开始了。每次考完放学我都能碰到王梅，她拿着一本巴掌大的书在看，一边看一边念，要么是英语，要么是公式。多用功的孩子啊，可惜长了一张不讨喜的嘴。2天后，试卷成绩出来了，我的名次终于不再是倒数第1，成绩内栏终于不再是清一色零蛋。最高兴的是班主任，我就说嘛，你这孩子真发了力，肯定成绩不错。虽然这回你只写了作文和大题，但除了作文，别的都是满分，很好，很好。其他科的老师也都围过来夸赞我。
也就是这天，我才终于知道，班主任的老公是我们学校的校长，他为我挡下了数次劝退处分，写下了无数份保证书。不过只有这次，我的成绩是有了起色的。仅仅被扣了3分的作文，被语文老师拿去申请了优秀范文展示，上面批复得很快。试卷下发后的第3天，我就在范文展示区看到了我的作文，有种成就感。是怎么回事？同学们认为我是抄袭，但老师们又都站在我这边，于是有人去教务处告了。不过没成功，因为教务处主任是班主任的妹妹，接到举报信的当天，她就告诉了班主任。监控录像显示，写举报信的人是林夏。由于是年级第一，所以这件事没有声张，举报信也没有处理。这可把林夏气坏了，也不装了。放学的时候，带着他的小团体就把我堵在了老破小的巷子里。林迟，你凭什么？你只写了大题，只写了作文，就被老师捧上了天，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好妹妹，你说凭什么呢？我从小就爱看书，作文书、散文集、小说集，我看了许许多多，所以作文写好并不是难事。爸爸偏心我就拼了命的学习，妄想他能在学习方面对我也另眼相看一次，但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第1名的奖状，参加竞赛的奖杯，没有一个为我赢得爸爸的一点点关怀。小小的我不理解，长大的我想不通。明明是双胞胎，明明都是爸爸的女儿，明明是一样的，却又是不一样的。这次我实力暴露，林夏暴怒，他掐住我的脖子，漂亮的面容几乎扭曲。凌迟，不可能，休想抢走我的第一。隐藏实力是吧？那我今天就废掉你的手，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手，你还怎么跟我争第一？林夏疯了，他从兜里掏出一把水果刀。我想跑，可他的小跟班们将路围得水泄不通，一点空隙都没有。难不成我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？不行啊，凌迟，你才18岁，你还有大好的未来，怎么可以就这么被毁掉？喂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是警察！夏夏，快跑！是警察！警察！周围的人开始逃窜，但巷子窄，且只有前后2个出口。前面的出口有警察往这边跑过来，他们只能往后边跑。一名警察安慰我：“小妹妹，没事了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将他们抓住的。”他说完就跟着往巷子里追过去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可是谁报的警呢？我可不认为有警察刚好路过这老破小，刚好路过这窄小的巷子，刚好就看到他们堵着我。凌迟，凌迟，凌迟，这个声音有点耳熟。我闻声望去，是唐周。他跑过来将我一把拥进怀里，大手抚摸着我的后脑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还好你没事，还好你没事。原来是唐周报的警。他说学校2条街外就是派出所，他看到林夏带着一群人跟在我身后，一起进了巷子，他怕有危险，就直接跑去派出所叫了警察过来。他说还好赶上了，还好林夏还没来得及动手。我们去派出所做了笔录，警察说我可以走了时，林建中急匆匆赶来了。他踏入派出所后，第一时间给了我一耳光，身边的少年将我拉开，把我护在身后。叔叔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教训我的女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少年说，我叫唐周，是凌迟的同班同学。唐周，你就是唐董事长的孙子吧？林建中的态度突然来了个360度大转弯，转的人猝不及防。他点头哈腰的将拉着我的唐周送出派出所，而唐周将我送回了老破小，看着我安全的进了屋门，他才转身离开。我的脸上被林建中打过的地方火辣辣的疼，但想到将我拥在怀里，护在身后的少年，心里却有种异样的温暖。第2天，林夏和他的小跟班们一个都不缺的出现在教室里。虽然林建中对唐周谄媚，但送走了唐周，他的女儿还是他的心头宝，怎么会舍得让他受委屈？或许是林建中对林夏说了些什么，他竟然带着他的小团体来向我道歉，一个个低着头，看不清脸上的表情。不过也不用看，肯定都不服气。我没接受他们的道歉，只是告诉林夏还有2次模拟考，别着急。林夏慌了。通过这次模拟考，他知道我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，我没有为了隐藏实力而荒废学业，我还是和从前一样，甚至比从前还要厉害。当然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他年级第一的成绩没有一次是自己考的。很离谱，但事实如此。当年他拿下年级第一的时候，我是很震惊的。我知道他的中考分数比我们学校的分数线只高了不到20分，学了3年都才这个分数，怎么可能上了高中就立刻成为年级第一？难道上了高中换了个脑子？在我18周岁生日这天，来了2个我意想不到的人，一个是唐周，另一个是律师。唐周是不请自来给我办成人礼的，而律师他是带着我妈妈的遗嘱和股权转让协议来的。我记得爸爸曾经说过，他们公司有一个很神秘的股东，占股高达17%。这个股东从来没露过面，每次都是助理代为出席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原来那个神秘股东就是我妈委托的持股人。遗嘱注明，这17%的股份将平等分成2份，分别在我和林夏成年之后转让给我们。17%，10年的分成高达8个亿，这也将分成2份，汇入我和林夏的账户。妈妈永远都是公平的，不偏不倚。
律师走后，我大哭了一场，哭尽了这10年的委屈。唐周在一旁不知所措，安静地坐在我身边，等我哭完。他告诉我一个很恶心的事实：律师在我成年这天找到了我，当然也会找到林夏。当他们父女俩知道这件事后，必然会想尽办法让我交出手里的股份，所以我要小心，非常小心。如唐周所说，林建中先是派人来跟我谈判，之前10年的分红他1分都不要，只要股份，开出的价钱一次比一次高，眼看着就要上亿了。林建中却突然改变了策略，来攻陷我的人换成了林夏。他亲昵地挽着我的手臂，仿佛我们是一对关系很好的姐妹。姐姐，你不知道，爸爸的公司最近出了点问题，他这段时间忙得焦头烂额。如果姐姐愿意把股权让出来，爸爸一定会记着你的好，说不定还会把姐姐接回家住呢。我手上有上市公司8.5%的股份，预计每年大约4000万的分红。只要公司不倒闭，我一辈子不工作都会活得潇洒。为什么需要让林建中记得我的好？4个亿，我大可以买一栋豪华别墅，请上10几个佣人，10几个保镖。为什么要回林建中那个小别墅，继续住在小小的保姆间？我又不是傻子。好妹妹，你这么替爸爸着想，那你的股份呢？已经转让给爸爸了吗？还有你那4个亿，公司出了事，你是未来的继承人，应该以身作则才对。林夏脸上的笑容僵了。姐姐，如果你的那份都救不了公司的话，我的这份估计也悬。妹妹，不如你跑路吧，等高考结束我就去注册公司，到时候请你来当总裁，给你10%的股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凌迟，你不要不知好歹。林夏松开我的手，瞬间如同一只炸了毛的小狗。要你的股份是看得起你，如果没有股份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废物。学习好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被赶出去？我的妹妹好像还不清楚，这些话的杀伤力为0，对我没有丝毫伤害。她输出她的，听得我都困了。林夏，你还不闭嘴吗？啊，救星来了！唐周从林夏身后走过来，一边走一边掏了掏耳朵，他对这些话的烦躁程度实在是太高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林夏一看唐周来了，眼泪哗的一下就流出来了，大喊一声：“你们欺负我！”然后抹着眼泪就跑了。搞得我们一头雾水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啊，今天跑到我面前唱了一出不太成功的苦肉计，太拙劣了。好吧，他没伤害你就好。我饿了，咱们去吃煎饼果子吧。刘阿姨做的煎饼果子特别好吃。在和林建中的周旋中，第3次模拟考来了。这次我写了试卷1/2的正确答案，我在全年级的排名又往上爬了点。认为我抄袭的声音越来越多，但我不在乎，老师不在乎，班主任更不在乎。而且班主任和老师们力保我，不管他们是闹到教务处还是校长室，通通被班主任这个关系户给拦了下来。接下来小半个月，林建中那边没有再搞什么小动作，安静如鸡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他为了这8.5%的股份，竟然动了这样的心思。如往常的每一天放学回家一样，我还是走了那条必须经过的小巷。巷口停了一辆外地车牌的面包车，但我没在意。这个老小区虽然算得上学区房，不过里面住的大都是些老人，没有住人的房才被租出去。老人的孩子外出打工，偶尔会回来看一下，所以外地车牌并不少见。经过面包车时，我咬了一大口煎饼果子，面包车门后突然打开，里面下来一个肌肉男，手里似乎还拿着什么东西来。我察觉不对想跑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我被男人迷晕，带上了车。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身处一片黑暗，周围空无一人。我被绑架了，但我不好奇主使人是谁。我平时与人无仇无怨的，谁会想绑架我呢？除了一心想要股份的林建中，还能有谁？哎，可怜我花了20来块钱买的豪华版煎饼果子，还没吃一半呢。哒哒哒，高跟鞋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如鬼笑一般传进我的耳朵里。应该是林夏来了。我听见房门被打开的声音，高跟鞋哒哒踩了进来。咔嗒一声，灯的开关被打开，我重获光明。来的人果然是林夏。这间屋子除了我和林夏以及头顶的一盏灯外，再无他物。嗨，我的姐姐，今天又见面了。我抬头看着她，不慌不忙。是啊，妹妹，又见面了。这几个小时过得还好吗？当然好了，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应该怎么折磨你，心情十分兴奋。你呢，姐姐，你还好吗？我点头，然后又摇头，不太好，煎饼果子没吃完，饿了。哎，姐姐呀，你手里有那要多钱，就只吃几块钱的垃圾吗？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，什么什么什么。他竟然说煎饼果子是垃圾，不可饶恕。还有我花了23块，好不好？几块钱买一张饼，就只能加点辣条，加点生菜，根本不够我吃。林夏，你先给我松绑，我有句话想跟你说。松绑？好啊，姐姐，你稍等啊。林夏从包里拿出一把水果刀，对着我的脸比划。凌迟，我挺喜欢你的名字的，凌迟，凌迟。你觉得我要是把你凌迟了，是不是会很爽？他丫的，这姑娘是疯了吧？杀人犯法的呀。还有，正经人谁出门随身携带刀具呀？说实话，我有点慌了。这不像上次在外面能被唐周看到并报警，男人迷昏我的时候，四周可一个目击者都没有。
而且现在还在室内，屋里就我跟林夏2个人，我还被捆住手脚，没法挣脱。怎么了呢？难道命中注定我有林夏这一劫吗？林夏，我看着他手里的水果刀，强装镇定。我挺好奇，明明我们是双胞胎，本应该是最好的姐妹，为什么你这么厌我？为什么？让我想想，冰凉的刀刃贴在我的脸上，我怂了。想起小时候他拿剪刀划伤我那件事，我知道林夏是真的敢动刀的。大概是因为小时候你每次拿100分回家，都会得到妈妈特别的奖励，而我得到的是爸爸给的，且不如你的。大概是因为妈妈带着你出去参加宴会，认识许多名流，并在生日当天送来无数价值连城的礼物。大概是因为你过人的天赋，使得你每次考试都能拿到出乎意料的高分，永远独占着第1名的宝座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上了高中之后你就开始考0分，但是我很满意。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妄想在高考的时候翻身。哦，对，还有妈妈的遗产。这个女人隐藏的还是挺深的，她跟爸爸结婚9年，整整隐藏了9年。该怎么说？是因为她不爱爸爸吗？9年啊，17%的股份，林建中也是蠢，与那个女人同床共枕9年，竟然都没有发现，简直是太蠢了。林迟，妈妈那么喜欢你，你应该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吧？不，我不知道。小时候妈妈说，谁能在考试中得到100分，就能得到一个神秘的奖励。我想要，所以我极其努力。但林夏不是这样想的，他觉得不管他的考试成绩如何，妈妈都会给他奖励，于是他玩得更欢了。考试结束后，我拿到了奖励，而他没拿到。他躺在地上撒泼打滚，试图让妈妈将属于我的奖励给他。妈妈训斥了他，然后爸爸来了，他先指责妈妈不公平，应该人手一个，再训斥我不懂事，不知道让着妹妹。爸爸心疼地将妹妹抱在怀里出了门，想要给妹妹买一个一样的，回来的时候却抱着一个和我那个完全不一样的娃娃，原因是我的那个是限量款，需要预定，现在根本买不到了。我听到爸爸跟妈妈大吵了一架，似乎还打起来了，不过没持续多久，声音就停止了。再后来，我就只听到妈妈的哭泣声。其实那个娃娃，妈妈一共预定了2个。她说她没想到妹妹竟然一点都不努力，一点都不把学习放在心上。她想这才是第一次，下一次妹妹肯定就会努力的。下一次，她就把那个娃娃给妹妹。事与愿违，有了爸爸这座靠山，妹妹更不愿意学习。妈妈说过她几次，可妹妹总是将爸爸搬出来，妈妈失望极了。宴会那次，妈妈只带了我一个，没有带妹妹，是因为妹妹发了高烧。原本妈妈是想留在家里照顾妹妹的，但参加宴会怎么能没有女伴呢？没有女伴对我爸爸来说等同于没有面子。于是爸爸叫了家庭医生，带着妈妈和我参加了宴会，见了很多很厉害的人。天赋这个说辞我并不认可，在林夏跟着一群人在外面看山看水的时候，我在学习；他们花着大额钞票寻找一时刺激的时候，我在刷题。怎么能只用天赋这2个字就抹杀我所有的努力呢？就在我跟林夏周旋的时候，屋外响起了嘈杂的脚步声。林夏说是林建中带着人来了，但我觉得不是。林迟，屋门被粗暴地打开，是唐周。他看都没看林夏一眼，直奔我而来。看吧，我就说不是林建中。小迟，你没事吧？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我摇头。林夏是想对我怎么样来着，但还没来得及。怎么是你，林建中呢？来的人应该是林建中才对。林夏不敢相信，明明是天衣无缝的计划才对，来的人怎么会是唐周呢？他跑出门去看，却看见了更令他崩溃的人。王梅。不只是林夏，我也震惊了。王梅怎么会在这儿？唐周一边为我松绑，一边解释。王梅偷听到林夏打电话，知道他们父女今天下午放学会对你动手，于是就跑来找我。我们已经控制住了林建中，并报了警，他们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。你别怕，怕吗？是有点怕。你这贱人，你竟敢背叛我！你去死，去死！我听见声音赶出去的时候，就看见林夏将王梅猛地扑倒，握着水果刀发了疯一般的朝王梅捅去。我心下一紧，径直冲上前，握住了林夏手中的刀。鲜血从我手中流下，滴在王梅洁白的衬衫上。我看到走廊里有人跑了过来，是警察。太好了！警局里，林建中找了律师，让我写一份谅解书，说明这起绑架案只是一场亲姐妹之间的闹剧，只是一点小争执，还要我自愿让出手里的股份，以及这10年的分红，用来安慰林夏受伤的心。怎么可能呢？林建中是昨晚做了美梦，以至于大白天都还沉浸其中吗？他和林夏都被判了刑，但林夏更重一点，他还有一个持刀故意伤人，等从牢里出来，大概得30多了吧。至于林建中的家产，自然就都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我林迟年仅18岁就坐拥数亿资产，很爽，真的特别爽。最后一次模拟考，我发挥了自己的全部实力，以743分的高分稳坐年级第1。班主任哭了，是真的，哭得眼泪鼻涕横流。他说他果然没有看错人，他说我是不可多得的天才。但只有我知道这2个字的背后，我付出了多少努力。
我手上的伤还没好全，高考日期已经近在咫尺。但是区区小伤，难道还能影响我高考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考试的时候，班上的老师几乎是全程陪同着我，轮番送我去考点，考完还管吃管喝管送回家，生怕我再出什么意外。考完试，老师们组了个局，将班里的同学全部聚集了起来。一顿饭吃下来，不管是学习好的还是学习不好的，一个个都哭成了泪人。对此，我表示很无语，又不是再也见不到了，何至于哭成这样？实在是不喜欢这种沉重的氛围，于是我趁着班主任不注意跑了出去，跑到阳台上看星星去了。小池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是王梅。自从上次我替他挡了一刀之后，这家伙对我的态度突然转了180度，经常跟在我身后，小池长，小池短的。我在吸收月之精华，感受风的力量与速度。他朝我微微一笑，好好说话。里面气氛太悲伤，我出来透透气。那你呢？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接电话。王梅扬了扬手机，我嫂子打来的，问我什么时候带你去我家玩。什么时候都行啊，反正现在已经毕业了，有大把的时间玩。行，那到时候咱们电话联系，我先进去了。去吧去吧，拜拜拜拜。就在我满脑子幻想和美女姐姐贴贴的场景的时候，又过来了一个人，打断了我的幻想。这次是唐周，他手上拿着一只不知道从哪里搞的小雏菊，递给了我。他没说话，我也没说话，只是今夜的风格外凉爽，今夜的星格外亮。考试成绩还没出来，我家的电话就已经被打爆了，各个名校招生办打的。窗外太阳高高挂起，我的心情也格外好，但这份好心情不能我一个人独享，也得分享给我亲爱的妹妹和父亲才对。被关在牢里这么久，应该很无聊吧？我抓起手机，迫不及待地来到了监狱，探视我亲爱的妹妹。许久不见，隔着玻璃都看得到林夏的憔悴，左脸上似乎还有点伤，看来这段时间她过得并不是特别好。你来做什么？看我笑话吗？没礼貌，应该叫姐姐。我瘪了下嘴，不过没关系，毕竟我是姐姐，就原谅你吧。林夏翻着白眼冷笑，凌迟，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装？都现在了，还装吗？有意思吗？还行吧。好妹妹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电话被打爆了，每天都有好多招生办的电话打进来，真的好烦啊。对了，其中还有你最想去的清北，他们也给我打电话了。你说我应该去哪所学校比较好呢？凌迟，林夏气得猛拍桌子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趴在玻璃上，似乎要将我撕碎一样。你这个贱人，那天我就应该杀了你，我就应该拿着刀子捅进你的心脏，割下你身上的肉，切下你的手指，敲碎你的牙齿。贱人，贱人！我坐在椅子上，气定神闲地看着他发疯，看着他被人控制，摁在桌子上。林夏，赵悠悠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是那个每次考试时你付给他钱，他远程告诉你答案的姑娘。我当时还很好奇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既然有能考年级第一的水平，为什么要为了钱放弃自己的前程来帮你？于是就顺手找人查了一下，他家里确实挺需要钱的，母亲痴傻，父亲出了车祸，在医院重症监护室，还有个妹妹才刚上小学5年级。靠着你给的钱，他给父亲交医疗费，给妹妹交学费书费，还要照顾母亲。他今年也才18岁。3年前我是中考状元，而在我之下，名次紧挨着我的就是赵悠悠。他和我一起进了第一中学的校门，同年第一次期中考试，我考了0分，而赵悠悠则是年级第一。也就是期中考完试没多久，在工地上班的赵悠悠的父亲回家途中突然出了车祸，人没死，但一直在 ICU，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，就得一直吊着。赵悠悠的家庭如何能支撑 ICU 的高昂费用？这个时候林夏找到了他，先是给了他20万，条件是他辍学，由林夏来提供高中3年的课本以及考试时的试卷，他则通过设备将试卷的正确答案告诉林夏，从而实现林夏拿到年级第一的目的。因为钱，赵悠悠低头了，但他不知道撞他父亲的那辆车是林夏安排的。我记得当年林建中因为面子第一次对林夏发了脾气，将他狠狠骂了一顿。期末时林夏拿了年级第一，林建中高兴极了，大手一挥，直接甩给林夏100万。后来每次林夏再拿第一都会得到100万，升高3后就涨到了300万。林建中更是说，如果林夏考上清北，就送他一栋别墅，这也是林夏为什么想去清北。我是怎么知道的呢？还不是林夏这个人太爱炫耀，应该说太爱在我面前炫耀。当我把事情真相告诉赵悠悠的时候，他的反应至今还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他说我不怨他，这3年他前前后后给了我100多万，挺多钱的。除了给我爸交钱，我手里现在还有小10万，如果不是他，我这辈子都见不到这么多钱，不怨吗？那为什么眼睛里的泪水不断呢？为什么双手紧握，身体抖个不停呢？现在在我眼前的，隔着一层玻璃的林夏，他的脸上没有丝毫悔意，甚至笑得张狂。他说着和赵悠悠如出一辙的话，100多万呢，这是他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，他应该感谢我才对。
林夏，他确实没有要把你怎么样的意思，但我有在这里多待几年，我想你是不会介意的。我将搜集到的证据递交上去。林夏买凶杀人未遂，被依法判处11年有期徒刑。我申请了国外的大学，还帮赵悠悠一起申请了一所大学，破格给了赵悠悠考试的机会，意料之中，她顺利通过了。至于她的家庭，我请了专人负责。赵悠悠自学3年，在照顾全家上下的同时，也没有荒废自己的学业。3年的年级第一，就是他天才大脑的证明，他才是真正的天才。我不是好心，我只是不忍心看着一个天才就这样被生活埋没。不管赵悠悠是大学毕业就不再上学，还是想要继续升学，我都会全力支持。当然，我不是白白帮助他，这是有条件的。条件就是他的学业结束之后，必须入职我的公司，将我对他的支持10倍还给我，然后他才可以去其他的地方。对了，还有唐周，他也跟着我们来了国外。他是这样说的：国外很乱的，你们2个女孩子只身在外，又没有防身的技能，没有人保护可不行。我不一样，我从小就学武术，很能打的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毅然决然站出来，决定作为保镖保护你们。后来他向我求婚的时候是这么说的：情话太肤浅，但我会永远保护你，永远站在你身前，为你遮风挡雨，永远把你放在第一位。就算是我们的孩子，也不能影响你在我心中的地位，好吧？看在他大学4年和毕业后2年都言出必行的份上，那我就答应他好了。晚安。